在看到苏芮的第一眼，江晚星本能的便感觉到了很熟悉。他还以为是因为对方和苏无忌的眉眼有点相似的缘故，因此并没有多想。晚星不错的，不愧是江秉辰的闺女，敢爱敢恨。这时候邵飞虎说道，他的眼睛里透着清晰的赞赏。江秉辰正是江晚星的父亲，曾经担任过首都军区第1集团军的军长，后来是首都军区副司令员。爷爷没有。江晚星听到敢爱敢恨这个极高的评价，一时间闹了个大红脸。邵飞虎笑道，你可别谦虚，带着直升机去林州接上无忌，又风风火火地从淮东杀到首都来，也就无忌那傻小子看不出来你的心意。江晚星站得笔直，却微微低头，有点不敢直视邵飞虎的目光。没，邵司令，我和无忌现在还是清清白白的朋友关系。邵飞虎抚掌大笑，好，清清白白。江晚星霞飞双颊，抿了抿嘴。真的。只是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明显有些底气不足。确实清白，只是互相看过大腿而已。只是与苏无忌之间那些微妙的瞬间，又怎么能用清清白白4个字简单概括了之呢？面对这么多前辈大佬，江晚星一直没有放松过，连每一个毛孔都是紧绷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裤缝，明显有些不知所措。贴身衣物已被汗水淹出潮意。那个穿着白色休闲装的精致男人说道，小江，你要是看中了无忌，我劝你早点下手。我算是看出来了，无忌这小子最随他爸，贼招女人喜欢。江晚星的俏脸滚烫滚烫。这一帮前辈怎么说话这么直接，一点含蓄的余地都不给的呀？秦冉龙，你闭嘴！苏芮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当着晚星的面，你瞎睡什么的？这个叫秦冉龙的男人立刻说道。但是无忌这小子肯定很专一，和他爸不一样。苏芮的脸都黑了。江晚星哭笑不得，但也觉得很温暖，原本紧张的情绪也因此而缓和了几分。他很喜欢这样的氛围，那种被长辈们关爱着的感觉，让他恍惚间又回到了父母还在的时候。不过江晚星注意到了刚刚苏芮口中的那个名字，心中又小小的震惊了一下。秦冉龙，首都秦家的影子家主。从小到大，很多首都世家子弟都听说过秦冉龙这个名字，但始终只闻其名，未见其人。传说他是秦家的影子家主，在商业领域极有能量。当年在秦家在这一带里推选新家主的时候，没有人比秦冉龙更有资格和威望。但是据说他却懒得承担起那些责任来，于是便很随意地把家主之位让了出来。但是秦冉龙虽然很少在首都露面，但秦家的一些关键决策，家族高层都必定会主动征求他的意见。这时候一直没开口的前陆军总参谋长张玉干说道，小江，以后在首都有什么困难就直接开口提，这些老家伙都会帮你的。我当年就特别喜欢你爸，现在从你的身上又看到了他的影子。江晚星立刻说道，谢谢张爷爷，我会继续努力的。晚星别紧张了，坐下说话吧，也到了吃饭的点了。苏芮转头对邵飞虎说道，飞虎，你让炊事班煮几碗豌杂面来，晚星还挺能吃辣的。邵飞虎听了，立刻要把警卫员叫进来。我去安排吧。苏安邦说着，笑着走了出去。看他这样笑，显然知道所有的原委。此刻江晚星站在原地，无比意外。苏叔叔您。
江晚星很是局促地说道：“您怎么知道我能吃辣？”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他现在开始觉得苏芮的嗓音也有点熟悉，好像在什么地方听到过。苏芮笑道：“天际中学的食堂。”“哦，您是那位食堂大叔。”江晚星立刻捂住了嘴，他的俏脸当时红透了，那羞涩的红晕从脸颊一直蔓延到了耳根。当时苏芮戴着口罩和厨师帽，就露了一双眼睛，连眉毛都挡住了，怪不得自己一看到对方就觉得有些难以言说的熟悉感。只是这两者的气质差距可太大了，当时在天际中学，自己压根就没有多想，真的以为对方就是在厨房掌勺的师傅。江晚星的心脏再度跳到了嗓子眼，立刻开始回想自己当时有没有说错话。可惜有些细节确实想不起来了，想来想去，能想起的也只有在吃完杂面的时候和穆千羽的一些词境画面。当时穆千羽不能吃辣，江晚星优势明显，只是希望这所谓的优势不要在苏叔叔的心里面转化成一些负分才好。想死！他在心中说道。为了偷偷了解苏无忌，鬼使神差地跑到天际中学，谁能想到却把未来公公提前见了。苏芮笑着说道：“对了，无忌他妈当时也在食堂里。”哦。江晚星的表情一下子凝固在了脸上。他又想起来，自己曾经对穆千羽小有心机地说了一句：“苏无忌好像挺能吃辣的。”顿时更是双颊滚烫。一想到未来婆婆就在食堂窗口后，全程看着这场幼稚的较量，江晚星现在宁愿冲到反恐一线去，也不想再经历这种脚趾抠地的尴尬场景了。江晚星其实还想问问无忌他妈妈对自己什么看法，但却根本不敢开这个口，连耳朵都如火烧一般红了。这个过程里，王祥石始终站在一旁默不作声。事实上，这老家伙的汗可比江晚星要流得多，已经连外衣都要湿透了。张玉干抬眼看了看王祥石，苍老的眼神里却有着如炬的目光。你先出去吧，司令部这几碗面可没你的份。是，长老。王祥石连忙低下头，声音颤抖，带着几分敬畏与恐惧。他的身体微微前倾，像是在努力缩小自己的存在感，双脚机械地向后退了几步，然后转身，脚步踉跄地朝着门口走去。张玉干摇了摇头，又喊住了他：“我跟岳国泰打过电话了，中央调查局的车子一会儿就来接你，直接去审讯楼吃晚饭吧。”王祥石的双腿忍不住地哆嗦了一下，差点没瘫倒在地。张玉干说道：“你也知道，办案子都有个限度，你既然主动来了这儿，那么他们会斟酌尺度的，好好配合。你和你们王家的最终结果跟丁运福他们几个不一样。”王祥石深深鞠躬：“是，长老，我一定会配合的。”张玉干的眼睛里有着一抹淡淡的警告之意。地方上的事情我平时不太管，这几年你们折腾的太过了，吃相太难看，首都的几个老家伙早就不满意了。别看他们躺着快不能动弹，但是眼睛可一直都睁着呢。王祥石重重点头，浑身冰凉，心有余悸。他很庆幸自己选择了主动上门，低头认错，不然的话，怕是整个王家都要被彻底牵连进去了。其实我们这些老家伙也快入土了，但有些老不死的还有一些私心，所以首都的秩序想要在短时间内完全恢复根本不可能。张玉干又说道：“王祥石，我们也想用你来敲打敲打那些不老实的老家伙，让他们收敛一点，毕竟都已经认识那么多年了。”
闹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太难看。是。王祥是知道现在自己该怎么办了，立刻重重点头。我现在就打电话安排。张玉干摆了摆手，出去打汉斯。王祥时又深深地鞠了一躬，腰弯的几乎与地面平行，随后转身快步走出了房间。这时候苏瑞又问道：婉欣，你觉得无忌怎么样？这……江婉欣虽然已经坐下了，却仍旧是毫无放松感，腰背挺得笔直，双腿并拢，双手放在膝盖上。面对这种问题，他抿了抿嘴。无忌挺好的。秦冉龙在一旁笑着顺口接了一句：有些人说不出哪里好，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江婉欣羞得简直想找个地缝钻进去。苏瑞笑着说道：婉欣，你存一下我的手机号，如果遇到了解决不了的事情，就打我这个电话。说着，他把电话号码念了一遍。好。江婉欣立刻把号码存进手机里，这心情真是紧张又激动。苏叔叔能这样讲，无疑代表了苏家长辈对自己的认可。其实这个时候，江婉欣忽然想问问穆千羽有没有苏叔叔的手机号，但却着实不敢开这个口。过一会儿，苏安邦亲自端着一个大号餐盘进来了，上面摆着6碗豌杂面。江婉欣见状，立刻撸起袖子，起身就要去帮忙。婉欣，你坐着。苏瑞指了指苏安邦，让他来就行。江婉欣眼看着首都军区的年轻兵王给自己端过来面条，顿时觉得很不真实。面条的味道很好，但是江少校不得不承认，这是他吃过的最拘束的一顿饭。每一个吸溜面条的动作都是无比小心翼翼，生怕动静稍微响一点，引起长辈们的不满。苏瑞倒是笑道：婉欣，你当时在食堂里怎么吃，现在就怎么吃。自己的小心思被识破，江婉欣的俏脸再度烧起来。好。好不容易把这一碗面吃光了，如坐针毡的江婉欣刚想收拾碗筷，苏瑞抬手一指正在擦嘴的苏安邦：你小子眼睛里就不能有点活，哪有让你未来弟妹干活的。苏安邦一笑：弟妹，你坐下，我来。江少校羞得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他还想解释一下自己和苏无忌之间的清白关系，却看到苏瑞一抬手：嗨，婉欣，你能看上那小子是他的福气。江婉欣总感觉自己被架上去了，下不来了。他只能说道：不过苏叔叔太过奖了，无忌也是很优秀的。对了，苏瑞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小盒子。在我来之前，无忌他姑姑就让我把这个带给你，你看看喜不喜欢。江婉欣打开之后，盒子里躺着一个翡翠玉镯，那光泽仿佛一抹凝脂，细腻温润，清澈灵动。翡翠的绿衣浓郁而鲜活，仿佛能滴出水来，每一丝绿意都像是大自然最精妙的笔触，美得让人窒息。苏叔叔，这太贵重了，我不能要。江婉欣立刻要把盒子推回去。苏瑞笑道：这又不值几个钱，你觉得好不好看？江婉欣轻轻抿嘴，眸间映着翡翠的光，其间仿佛藏着无数星辰，双颊红的仿佛也要滴出水来。确实好看。秦冉龙笑起来：嘿，老苏家的传家宝，能不好看吗？等江婉欣离开了司令部，已经是满天繁星了。他紧紧握着那小盒子，心中还是觉得很不真实。对于这一份老苏家的传家宝，江婉欣觉得实在太贵重了，推辞了很多次，但都推不掉，只能暂且收下。回想着之前与那几位长辈的对话，
江晚星真的觉得像是做了一场梦。他们后来跟自己聊了很多，国内的、亚洲的、西方的，随便几句话，都显现出自己所不了解的信息差。随口说出的几个名字，都是如雷贯耳，震撼心神。绝密作训处的直升机已经提前回去了，江晚星独自从司令部走向军区大门口。很久没来这儿，让他的心底涌出了很多思念。自己从小就在大院里长大，经常来这玩耍。后来父亲成了军区的副司令员，自己更是把司令部的小楼当成了后花园。但是当父亲的飞机失事之后，江晚星便没有再踏足这小楼一步。此次重新回来，江晚星本以为自己会睹物思人，情绪低落，可是司令办公室的那几位长辈却再度给他带来了被父辈关爱的感觉。那种难过的情绪甚至从头到尾都没来得及涌出来。江晚星望着树影间若隐若现的岗哨，指尖无意识摩挲着首饰盒子上精致纹样，月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军区围墙外的梧桐树沙沙作响，似乎有一些爽朗的笑声和温柔细心的叮嘱从记忆深处悠悠传来。沐浴着月色与星辉，江晚星的心里面有些想念，但更多的是难言的温暖。想了想，江晚星给苏无忌打了电话。这么晚了，在忙什么呢？他问道。苏无忌说道：我本想找个地方捏捏脚，做个全身按摩，可却被宋局长那个老狐狸拉过来，在调查局忙着免费加班呢，审人都审不过来了。你是没见到这场面太壮观了，用大巴车把嫌疑人一车车的装进来，比扫黄时候抓的人还多。可不是吗？丁家、魏家和林家都快要被抓空了，与富林金融公司这张利益网有所牵扯的官员数量更是触目惊心。这案子如果无限度办下去，必然会引起官场的局部塌方。江晚星的心里面有着一丝期待，问道：那你接下来还要在首都多留一段时间吗？苏无忌说道：倒也不会，老子才懒得当免费苦力，回去天天喝酒唱歌看美女不香吗？那出来一起吃个夜宵？江晚星问道。他抬头看着夜空，清澈的眼睛里映着漫天星光。虽然手头已经有了苏家的传家宝，但是对于能否和苏无忌进展到那最终的一步，他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把握。毕竟后者身边漂亮的姑娘那么多，个顶个的优秀，一贯自信的江少校其实没有多少信心能完全胜过其他人。行啊，苏无忌立刻说道。江晚星带着些许试探意味地问了一句：你不喊上月格格吗？苏无忌：嗨，这女人是个工作狂，来到这里之后我忙得脚不沾地，都没来得及见到她。的确，岳冰凌主持整个专案，现在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接下来的几天里怕是连睡眠的时间都没有了。好，那我先找个合适的饭店，然后给你发定位。江晚星说道。首都我熟悉，地方我来安排，在路边摊撸点串，喝点啤酒，等吃完了我带你去捏脚。苏无忌笑道。好啊。江晚星笑眼弯弯，难得的一个没有旁观者的夜晚，他轻轻地自言自语：一男一女吃完夜宵还要一起去捏脚，听起来有点像是两口子才会做的事情。说完这句，江少校的俏脸再度变得温热了许多。然而话音落下，一台车子已经在前方闪灯了，一台黑色的大众帕萨特。江晚星不认得这车牌，等帕萨特的车窗放下，露出了两个男人的脸，居然是白旭阳和秦桂林。晚星，上车。白旭阳说道。
二人世界眼看着就要被打破。江晚星没好气地说道：你们俩怎么来了？秦桂林嘿嘿一笑：这不是旭阳打听到你来了首都军区司令部，于是就连忙开车过来了吗？上车呗，我们送你回家。江晚星丝毫没有上车的意思。我不回家。都这么晚了，你还去哪里？白旭阳说道：我送你去。江晚星看了看苏无忌发过来的饭店位置，问道：你真能送？那地方还挺远，10几公里呢。白旭阳乐了10几公里，你就算是去米国，我也送你去。江晚星拉开车门，上了车，坐在后排，把手机屏幕的定位给驾驶座上的白旭阳看了看。就去这家饭店。白旭阳发动了车子，缓缓起步，笑着说道：好，咱们这就出发。这么晚，你还要请我们吃饭？江晚星，我是去和苏无忌吃饭。白旭阳猛然一踩刹车。秦桂林笑眯眯地问道：怎么，白大少忽然不想送了？白旭阳咬着牙说道：说到做到，送到地方。况且咱们俩一直饿着肚子呢，也能跟着蹭顿饭。这俩人没吃晚饭是真的，但怕是更想留下来盯着苏无忌和江晚星，防止他们俩干点啥。江晚星显然识破了白旭阳的想法，没好气地说道：瞧你那点出息。他看了看这台颇为破旧的老款帕萨特，问道：怎么开着一台这么低调的车，不像是你俩的作风？我俩开着车盯梢魏家来着。白旭阳的消息显然非常灵通。我当时就觉得穆家三叔出现在了魏家大院，这事儿不对劲，于是便告诉了无忌。果不其然，没多久的功夫，穆东升就坐飞机出逃了。秦桂林又忍不住地说道：是我先看到穆东升的，你一开始都没认出来那老男人是谁？白旭阳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这他妈的有什么好争的？秦桂林有点得意：我平时一无是处，好不容易立了这么一功，当然得挂在嘴边了。看着秦桂林这没脑子的模样，江晚星忽然想起来司令部里那位秦家的影子家主，于是说道：对了，我刚刚在司令部里见到了秦冉龙叔叔。啥？冉龙叔？我去，真是见鬼了！秦桂林听了这名字，一下子从副驾座椅上跳起来。哎呦！他的脑袋重重地撞在了车顶，捂着头催促道：旭阳，开快点，再快点！要不咱们现在去司令部？白旭阳说着，不仅没加速，反而直接来了个实线掉头，还补了一脚油门。秦桂林立刻苦着脸哀求道：今天的功劳都是你的，和我没有半点关系，行了吧？快走，快走！白旭阳这才又调转车头，朝着饭店方向驶去，满意的说道：这还差不多。江晚星很鄙视：你们俩的智商加起来有3岁吗？白旭阳说道：晚星，你有所不知，冉龙叔最看不上秦桂林，从小到大只要见到，每次都是直接拉过来，不由分说先胖揍一顿。江晚星，要不是因为你姓白，冉龙叔叔估计每次顺手就把你也给揍了。白旭阳忍了忍：晚星，我在你的眼中就这么不堪吗？江晚星，倒也不是，你的能力其实挺强的。白旭阳的心情一下子好了起来。我就知道你一直懂我的。江晚星，就是比苏无忌还差得远。白旭阳握着方向盘的手一抖，差点撞上了行道树。秦桂林坐在副驾上，笑得肚子疼。然而紧接着他的手机便响了起来。
一看来电，秦桂玲的笑容猛然一僵。来电赫然是秦冉龙。白旭阳瞥了一眼手机屏幕，嘿，现世报来得快。秦桂玲苦着脸犹豫了足足半分钟才敢接通。他强行挤出来一丝笑容，说道：冉龙叔，我想死你了。这畏畏缩缩的声音和平日里嚣张跋扈的秦大少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想死我了？我看你是想我死了。秦冉龙没好气的声音从那边传来。这怎么可能？我对冉龙叔一直是尊敬又爱戴，我对您比对我爸还亲。秦桂玲笑道。车上的另外2人同时露出了鄙夷的眼神。亲个屁！秦冉龙说道。老子刚刚从军区大门出来，眼睁睁地看着你的车开走。哼，怎么明明知道我在司令部，你就不来看看？你想气死我？秦桂玲的声音一下子提高了8度，充满了惊讶。什么？冉龙叔，您老人家在军区司令部？哎呀，我刚刚才开出去没多远，这怎么就擦肩而过了呢？江婉欣的话外音响了起来。冉龙叔叔，我告诉他了，结果他加速逃跑了。秦桂玲的脸都黑了。江婉欣，你太不够朋友了。小子，你给我等着！秦冉龙没好气地说道。等老子等会儿见了你，非得抽烂你的屁股！秦桂玲陪着笑。冉龙叔，我这不是着急要去见一个朋友吗？您可能不认识，他叫苏无忌，是我的好哥们。秦冉龙冷笑连连。你蠢得跟猪一样，何德何能跟小无忌成为哥们？别特么的往自己脸上贴金了。秦桂玲大惊。叔，您一直在国外浪。秦冉龙气得不行。你丫的给我注意用词，说谁浪呢？感受到强烈的杀气从电话那端涌过来，秦桂玲连忙挂断了电话。他还颇为疑惑道：无忌的名声已经这么响了吗？连我这懒得管事儿的冉龙叔都知道了。江婉欣斜眼看了看他，懒得理会，以免自己被拉低了智商。等他们到了饭店，苏无忌已经坐着小马扎等在矮桌旁边了。这是一处室外的烧烤摊，能在首都找到这样的户外摊子，都得跑到快6环的位置了。啤酒、烤串以及这烟熏火燎的气息，和这凉爽秋夜的搭配程度，甚至要超过了盛夏。白旭阳眼看着就要打破了这2人的2人世界，心情极好，乐呵呵地说道：无忌多加2副碗筷，我和桂玲也来蹭顿饭。这话语里的得意简直掩饰不住。苏无忌跟看傻子一样的看了看他，指了指桌上4副碗筷摆得明明白白。你怎么知道我们要来？白旭阳愣住了，秦桂玲也一脸不解。江婉欣站在他们身后，唇角轻轻翘起，对着苏无忌笑了一下。显然这2个拖油瓶的事儿，就是他在路上偷偷发信息告诉对方的。在江少校看来，这种2人悄悄私聊的感觉，真像是暧昧期的男女呢。想到这儿，他的手不自觉地又伸进了口袋，捏住了首饰盒子，有一丝微甜的感觉在胸腔之中悄然漾起。苏无忌说道：反正你俩有钱，这顿饭钱你俩付了。白旭阳用筷子开了瓶啤酒，往桌上重重一放，豪气干云：没问题，一顿烧烤才几个钱。秦桂林斜眼看着自己的好哥们，心中喊了100遍大冤种。苏无忌笑着说道：还有待会儿要是被追杀，可别后悔来蹭这顿饭。秦桂林的表情一僵。什么？被追杀？真的假的？苏无忌一挑眉毛。当然了，不然我为什么把吃饭的地方选得这么偏远？
我去，你不早说。秦桂林站起身想走了，还给自己解释了一句：那啥，我不是害他啊，我是担心我实力太菜会拖你的后腿。然而白旭阳却一把将他拉下来：给我坐下，这点胆子也叫男人？这里是首都，谁敢追杀我白旭阳的兄弟呀？苏无忌看了他一眼，似笑非笑：白大少不是追杀我，人家是来杀你的。苏无忌所说的这个消息并没有提前跟江晚星通气，显然他认为即便出现了杀手，但这事儿还远不到最危险的关头。什么杀手？江晚星坐下来，翻动着炭炉子上的烤串，问道：要是按照以往的风格，他早就打电话跟处长摇人了，现在却很平静，丝毫不紧张。毕竟最合适的战友就在身边。和苏无忌认识的时间其实不算多长，但共同经历了好几次危险的战斗。蜜桃少校自认为在这方面自己和苏无忌还是有着别人难以超越的默契的，彼此知根知底的程度应该起码到了一半。比穆千羽和月格格都深一些。如果想真正有资格拥有老苏家的传家宝，那肯定得付出更多努力才行。江晚星在心中默默说道。蜜桃少校现在巴不得和苏无忌一起多经历几次战斗，结果瞌睡了就由杀手来送枕头。白旭阳也大大咧咧地坐下来，似乎对自己的生命危险也是漠不关心。有无忌和晚星这两个高手在，我有什么好担心的？秦桂林，你今天要是敢脚底抹油溜走，以后别怪我不认你这个兄弟。秦桂林悻悻然坐下来，喝了一口啤酒。我都说了，是怕拖累他俩，并不是因为我胆小。这我信。江晚星头都不抬地说道。秦桂林从小就不怕事。秦桂林仿佛被证明了一样，眼睛一亮，嗓门都随之提高了些许。我就说了，晚星最善解人意，白旭阳，你多跟着学着点，我什么时候怕过事？江晚星，你只是怕死。秦桂林的啤酒差点从鼻孔里喷出来，咳嗽了好几声才说道：江晚星，你是不是被小庞传染了？白旭阳拿起一根羊肉串，一口撸掉，边嚼边问：无忌，你说谁要杀我啊？下一秒他的眼皮跳了跳，因为江晚星拿起了一根肉串，主动递给了苏无忌，自己和秦桂林都没份。苏无忌顺手接过，说道：有人从西方雇了个高手要弄死你，主使者估计还是上次那个幕后黑手。白旭阳的眉毛都竖起来了，他一撸袖子：让他来，上次那个武藤中医都没弄死我，这次我看还能派什么人过来。江晚星没好气地说道：别显得自己很有种的样子，哪次不是无忌救了你？白旭阳抿了抿嘴：晚星说的有道理。秦桂林终于找到了优越感，咧嘴一笑：旭阳，你比我还没出息。这次不一样，对方找的人比武藤中医还要厉害。苏无忌说道：西方黑暗世界有个非常知名的赏金猎人，叫莫雷蒂。秦桂林眉毛一挑：什么是赏金猎人？没人理他。白旭阳的眉头皱了皱：多少价格雇佣的，我可以出10倍来解除雇佣。没用，大概率不是钱的问题。苏无忌说道：据我所了解到的消息，这个莫雷蒂行事非常谨慎，基本不愿意接华夏的单子，但这一次却愿意亲自来到华夏，我也不知道幕后之人是用什么理由打动了他。几天前，穆东升雇佣莫雷蒂出手对付任正浩，结果后者却当了一回黑中介，
拿了大笔佣金之后，反手就只抽出100万，雇佣了几个混混帮他做事，自己只在幕后指挥，连面都不露，狡猾得要命。但是这一次，如果莫雷蒂再度出手，无疑是给了苏无忌替任正浩报仇的机会。江晚星问道：无忌，你把吃饭的地方选在这儿，是认为对方今天晚上会发起攻击？这家伙以前是个摩托车手，还拿过分站赛的冠军。这家伙极为擅长冷兵器和近身格斗，飞刀更是出神入化，但更喜欢通过制造车祸来解决任务目标。苏无忌说道。他对这种车祸手法极度热衷，近乎于偏执。关于莫雷蒂喜欢制造车祸这件事，还是崔西又睡了那中介人一次，后者才在高亢之后的温存时刻无意间说出来的。原来人们都以为赏金猎人莫雷蒂喜欢净身之后用冷兵器来杀人，但实际上据中介人讲，很多看似是意外的车祸都出自这家伙之手，只是当时无人察觉。顿了顿，苏无忌指了指面前的夜间宽敞大路，这儿车流量不大，是制造车祸的好地方。当然我并不认为莫雷蒂会这么快动手，我们得及时扔点鱼饵出来钓钓他。白旭阳有点兴奋。好啊，那咱们就引蛇出洞，我来当这个饵。江晚星听了，立刻拿起电话，开始安排所有重案组成员排查最近和赛车有关的各项事宜了。对付这些黑暗世界的杀手，同样也是绝密作训处的重要工作任务之一。白旭阳看到江晚星的反应，觉得心底暖暖的。晚星，你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其实对我真的很好。秦桂玲又斜了自己的好兄弟一眼。每到这个时候，他的智商总会超出平均线，似乎对兄弟的舔狗行为天然过敏。江晚星的注意力全在炭炉的烤串上，都没看白旭阳一眼。我是不想让无忌因为你受伤。白旭阳半天憋出一句：一样，无忌是我兄弟，没啥区别。秦桂玲反问：嘿，怎么就没区别呢？还能这样自我安慰？秦桂玲，你闭嘴！白旭阳没好气地说道。现在我一听你说话就来气，懒得理你这傻屌。随后他举起酒杯，来，无忌、晚星，咱们先干一杯去。秦桂玲咧嘴一笑：你这是祝他俩百年好合呢。白旭阳的牙齿都快咬碎了，恨不得把秦桂玲直接咬死。百年好合。对面江晚星笑眼如星，忽然觉得秦桂玲开始变得顺眼了不少。这时候白旭阳的手机响了起来，白木哥的电话。白旭阳说着立刻接通，直接按了免提。这次白木哥的声音没那么慵懒，有点冷淡，有点不爽。白旭阳，你在哪里呢？姐，我在外面吃饭呢。白旭阳的眼睛一亮，又想到了某种可能性，说道：和无忌一起呢，你要不要过来？我不是说过真凶还没找到，让你这一段时间不要乱跑的吗？白木哥说道。你现在告诉我，在这个时间点你居然还在外面吃饭？无忌说有人要杀我，我在以身作饵，引蛇出洞。白旭阳很认真地说道。你引蛇出洞？你脑子坏了？白木哥似乎要在电话那端咬了咬牙。你把免提关上，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那有什么？无忌不是外人，姐，你有话直接说就是了。白旭阳倒是觉得无所谓。不，我是外神。苏无忌的双手把耳朵堵上，满脸的无辜和震惊。我对你们姐弟俩的聊天一点都不感兴趣，并且完全不想成为白旭阳的姐夫。什么跟什么姐夫？江晚星的脑子一懵。电话那端，白木哥差点破了防，
他忍了10几秒钟，才说道：“苏无忌，我现在是找白旭阳，不是找你。把你那自我感觉良好的嘴巴闭上，不要插嘴。”你都找我家长提亲了，现在还来这一出？苏无忌呵呵一笑：“欲迎还继，欲盖弥彰。”白木哥懒得搭理他了，提高了声量说道：“白旭阳，西方世界有个赏金猎人来找你，你最好现在就给我回家。现在半个首都都恨上了苏无忌，你天天跟他混在一起，他拉过来的那些仇恨，就算只有1/10波及到你的身上，你都扛不住。”然而白旭阳对即将到来的危险和仇恨压根就不在意，他咧嘴一笑道：“姐，我一个人扛不住也没关系，这不是还有你来帮无忌分担吗？”“我为什么要帮苏无忌分担？”饶是以白木哥的聪明才智，也完全没理解这里面的逻辑关系。白旭阳深深地看了一眼依旧堵着耳朵的苏无忌，声音也提高了一些：“因为他终将是要成为我姐夫的人。”这话看似是说给白木哥听的，实则是说给江晚星的。白木哥，白旭阳，你死在外边吧。说完，电话砰然挂断。江晚星吃着烤串：“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的事？”白旭阳咧嘴一笑：“晚星，你难道不觉得无忌和我姐很般配吗？”江晚星摇了摇头：“完全不觉得。”苏无忌一脸嫌弃地说道：“白木哥想追我，还托白家长辈来说亲，我躲都来不及。”江晚星听了，倒是难得客观地说了一句：“这里面有误会，木哥姐肯定不是这样的人。”苏无忌不爽了：“江少校，你在怀疑我的个人魅力？”江晚星笑眼弯弯：“那倒没有，我只是觉得，无论是从年龄、性格、经历，任何一个角度上来看，你跟木哥姐都是根本不可能的。”其实白旭阳也是这么觉得，但为了夺回江晚星的芳心，他很想尝试一些剑走偏锋的方法，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忽然一道灵光划过脑海，白大少的眼睛骤然一亮，立刻拿出手机，悄咪咪地给秦桂玲发了一条信息。秦桂玲收到之后，眼睛都瞪圆了，因为消息的内容是：最近找个机会把我姐和无忌约出来。秦桂玲回复：然后呢？白旭阳满脸认真的在打字回复：你负责给他们下药，我负责给他们开好房间。白家，白木哥的卧室里，房间里没开灯，月光透过纱帘，在白木哥的肩头流淌成了液态的银。他沉思了一会儿，从床上起身，手指在肩膀的吊带上轻轻一勾，这真丝睡裙便像是融化的白巧克力，从他的身上缓缓滑落，在胸前稍稍卡了一下，随后继续滑下，如褪下的蝉翼堆叠在脚踝。此时暴露在月光之下的是一个美到让人窒息的身体。白木哥弯下腰，从柜子底层取出了一套紧身的黑色运动衣，开始换装。于是原本随呼吸起伏轻颤的血色山峦，被高支撑运动内衣收束成紧绷的弦。当黑色速干弹性布料裹上大腿的刹那，月光似乎都碎成棱角分明的光斑。拉链咬合声清脆如子弹上膛，袖口魔术贴撕裂时溅起了细小的静电火花。他俯身系鞋带的时候，垂落的发丝扫过后颈，那里正被运动服立领的碳纤维纹路割裂出冷硬的阴影线。换好了衣服之后，白木哥拿起手机发了一条语音消息：老白，我出去2天，你盯着白旭阳，让他不要跟苏无忌走太近。烧烤摊上，
秦桂林的手都猛然抖了一下，手机差点掉在了地上。一个下药，一个开房，用这种方式撮合苏无忌和白木哥。他连忙打字：白旭阳，你特么的疯了啊！我秦少爷只是不太聪明，可不是喜欢作死。秦桂林知道，要是自己真这么做了，事后肯定得被白木哥整死。那女人看着漂亮，手腕实则多得要命。如果江晚星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估计会直接给自己来上一梭子子弹。要是苏无忌知道了，这贱人可能会请自己吃饭，然后问问药在哪里买的，能不能批发。白旭阳继续打字回复：你不觉得这是个一箭双雕的好主意吗？事成之后，我和无忌的关系亲上加亲，我和晚星还有了进一步的可能。秦桂林回了一条：的确是一箭双雕，只是箭上穿着的是我们两个沙雕。他站起身来说道：我忽然想起来，我还有点事，先走了，你们慢慢吃啊。在秦桂林看来，白旭阳平时智商其实还挺高的，只是一旦涉及到了苏无忌和江晚星，这货的思路就有点容易剑走偏锋了。关键是这次特么的也偏得太离谱了。苏无忌还有点纳闷，问道：艾米怎么突然走了？白旭阳把筷子拍在桌面上，喊道：秦桂林，你今天要是走了，就不是我兄弟。老子好不容易想出这么一个逆天的绝招，你丫的居然不配合。嘿嘿，不是就不是，从此我只当无忌的兄弟。秦桂林拿出手机，当着白旭阳的面直接把他的微信给拉黑了。混蛋！白旭阳不爽地喝了一杯啤酒，拿起手机看了看被拉黑的微信，于是又给秦桂林发了一条短信，内容是：听说市面上有一种没有牌子的矿泉水，效果特别好，就算是白木哥和无忌的头脑再清醒，喝了那种水也扛不住。说干就干，谁不干，谁是王八蛋。发完了消息，白大少的心情又开始变得好了很多。秦桂林看完了信息，倒也没走远，只是站在路边抽着烟，思考着白旭阳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傻逼了。白旭阳又举起了一杯啤酒。来晚星，无忌为我们的美好未来干一杯。饶是苏无忌的脑子很好用，此刻也根本理解不了白旭阳的情绪变化。你怎么忽然间扯到美好未来了？大哥，你是不是忘了，现在正有人买凶杀你啊？而江晚星并未举起酒杯，抬头看看白旭阳，没好气地说道：秦桂林都走了，你还不走？白旭阳愣了愣，我走干嘛？不过这时候，远处的道路尽头忽然亮起了车灯。这眯眯眼和发光大鼻孔，隔着老远一看，就是宝马740。秦桂林抽着烟走回来，还整了好几台，这不会是要开始制造车祸了吧？江晚星说道：哪个杀手故意用顶配的宝马车队制造车祸的，还嫌自己不够显眼吗？白旭阳也起身站到路边看了看，回头说道：好像真是冲着我们这边来的。宝马车队已经开始缓缓减速了。苏无忌没说什么，继续吃着烤串。江晚星看了看他平静的样子，分析道：首都连夜抓了这么多人，肯定已经有不少眼光落在你的身上了。现在上门有可能是想拉近关系，有可能是想示威，但我觉得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不愧是江少校，不光身材好，脑子也聪明。苏无忌眨了一下眼，比皇后酒吧里的那些庸脂俗粉可强太多了。被苏无忌这么夸了一句，江晚星的心情很好，他笑着说道：聪明这方面
我不一定能比得过千羽呢。苏无忌说出了一句极为符合渣男人设的话来。可我只看过你的大腿，还没看过穆千羽的呢。江晚星抿了抿嘴，耳垂有点微微发热。蜜桃少校就是好哄，想到自己在互看大腿的领域又领先了穆千羽一大步，这一下心情又好了许多。这时候宝马车队停了下来，全是最新款的车型，足以显示车队主人的雄厚财力。所有的车门全部打开，先下来的都是身穿黑色西装的男人。他们下车之后，全部围到中间的一台车子旁边，拉开车门，手扶门框，防止碰头。苏无忌这倒是从小庞那边学了个经验，一看到这种动作就知道这些人基本上是行星安保公司的保镖了。他有时候也有点纳闷，自己跟这一家华夏头部安保公司的孽缘着实不浅，基本上走到哪里都能碰见。但这一次和之前所有不同的是，所有的保镖左胸口上全部挂着胸牌，这胸牌上写着他们的姓名级别和工号，以及2个黑体加粗字样行星。据说只有航星总部的高级保镖才有资格佩戴这样的身份卡。从中间这一台宝马740的后排下来了2个人，一个男人穿着灰色的西装，剪裁得体，身材匀称，能够看出平日里经常锻炼。他的左胸上也有一张身份卡，只是他这卡片上的职位和其他所有高级保镖都不相同。执行总裁，航星安保台前的 BOSS 级人物。丁总。这男人下了车之后，其余保镖齐齐鞠躬，声音里满是敬畏。这位丁总微微颔首，看了看露出袖口的军用手表，说道：亲家，你的飞机还有2个小时就起飞了，我们得快一点。而从车子后排的另外一侧下来了一个身穿黑色西装的女人。这黑色西装看起来比其他高级保镖明显要高档许多，是阿玛尼高级定制。她留着垂至脖颈的短发，发型显得精致又干练，发梢染着北极星般冷冽的古蓝条染，在月光和路灯的映衬下折射出毫无温度的金属光泽。这女人的脸上没什么妆容，素面朝天，但是五官姣好，有着最典型的天然锥子脸，比那种后天削过的下巴要自然许多，非常适合上镜。但这样的下颌线也让她整个人拥有了极强的锐利感。她下车之后，其余保镖也是齐齐一躬身，喊道：周总。这女人根本不回应。苏无忌很清楚地感觉到，这个周总下车之后，眼神第一时间便看向了自己，其中绝对带着清晰的敌意，有备而来。这丁总和周总并肩走到了桌前，目光都落在苏无忌的身上。秦桂林呵呵一笑，把烟头往地上一扔：吃个饭也不安生，怎么航星安保最近胆子变得很大？白旭阳冷冷说道：来找我兄弟的麻烦，航星是不打算开下去了。丁总率先开口：各位，我叫丁英义，是航星安保公司的国内执行总裁。他的表情有些冷峻，绝对不是友好，但眼神之中也能看到一些复杂。然后呢？秦桂林冷冷一笑：丁总大驾光临来干什么？亲自保货吗？秦大少一旦智商上线，嘴巴也是挺毒的。丁英义看了看身边的女人，刚要介绍，却听到周总冷声问道：你就是苏无忌？这眼神冷的像是在北极圈冰冻了1年才回来。
苏无忌先瞄了瞄这女人的胸口，不算小，型也好。不，这不重要。苏无忌主要是看她别在左胸口的身份卡，上面写着周清佳，海外事务总裁。对，我就是。苏无忌说道。江婉星腾地就站了起来，杀气腾腾地问道：你找无忌做什么？周清佳冷冷说道：苏无忌，我早就想找你了，你做的那些事情可真是够漂亮的。这可绝对不是夸奖。这话落在秦桂林和白旭阳的耳朵中，都以为苏无忌是不是欠了什么风流债了。苏无忌呵呵一笑：我不记得我见过你，可是你这副憎恨我的模样让我觉得我是不是在酒吧里喝多了，一不小心把你给睡了。这句话很不友好了，但是面对对方那冰冷又带着一股盛气凌人的样子，苏无忌觉得自己已经算是很有礼貌了。周清佳的身上释放出了一股凌厉的气势，穿着黑西装的她站在那儿，就像是一把没出鞘的黑曜石匕首。她死死盯着苏无忌，唇齿间全部在释放着冷气。我是周志远的女儿。周志远。苏无忌总算明白这女人的敌意是从何而来的了。他嘲讽地笑了笑：哦，你是想要替你那个贪污犯和卖国贼父亲讨个公道来的？周清佳的眼神又冷了几分。我今天来不是和你谈所谓的公理与道义，而是以一个女儿的身份向你要个说法。不谈公理与道义。苏无忌脸上的嘲讽意味更浓了，他微微一笑道：说实话，你的那位老爸死100次都不多。周清佳的语气似乎裹着西伯利亚高压气旋的冰晶。我不知道他做过什么，我更不知道他那些事情是不是真的，我只知道导致我父亲被抓的直接原因是你。顿了顿，他咬着牙，明显在强忍着心中的怒意，说道：甚至因为你，他还差点死在了东洋人的枪下。周清佳显然不知道全部的真相。事实上，如果没有苏无忌和宋鹤鸣联手做局，周志远早就直接被东洋狙击手一枪灭口了。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你特么是傻逼吗？周志远是汉奸，是卖国贼，你懂吗？周清佳面无表情：那又如何？我不是华夏人。然而紧接着一把手枪就顶在了他的额头上。江晚星的眼弧已经结满了寒冰，他握着枪所说出的每个字都像是弹匣压入的9毫米子弹。你不是华夏人，从哪里来的就滚回哪里去，能听懂吗？江晚星用枪口顶着周清佳的脑门，颇为用力，眼神里透着腾腾杀气。后者却没有退让，和江晚星对视着，冷冷说道：我从生下来就不是华夏国籍，怎么，你要因为我这句话对我开枪？那你就把扳机压下去试试看。周清佳的冷笑和语气之中有着浓浓的挑衅意味，似乎他笃定江晚星不敢开枪。针锋相对。江晚星冷冷一笑：将我的军，就凭你今天带着人来找1等功臣的麻烦，我今天一样不放过你。说着，他把枪放了下来，却忽然飞起一脚。砰！这一脚结结实实的正中周清佳的胸口。这周清佳能做到航星安保的海外事务总裁，自然是有不错的身手的。不过面对江晚星的这一脚，他虽然早有防备，已经提前抬手想要在胸前格挡，但还是没能挡住，被毫无花哨地踹出了2米多远。如果不是有几个高级保镖从一旁扶住他，周清佳就要一屁股坐在地上了。他不认得江晚星，
自然想象不出来，这个漂亮飒爽的姑娘怎么会有这么强的身手。看着胸口的脚印，狼狈至极的周清佳面色阴沉如水。他盯着江晚星，声音之中满是寒气。我今天是来找苏无忌的，如果你非要拦在他的面前，那就也是我的敌人了。我不管你是哪个单位的，从今以后我都会和你对抗到底。能随身带枪，这显然是某些国家暴力机关的了。此时周清佳还以为江晚星是个警察，顶多是调查局的行动组成员，根本没往绝密作训处上联想。当然他可能压根不知道这个单位。这个时候旁边有几台车子陆续驶过，随后又绕了回来，停在一旁不走了，似乎是在看热闹。被这样威胁，江晚星不仅没有半点生气的意思，反而一下子笑了。你确定要把我和苏无忌同时当成敌人？周清佳揉了一下有些疼的胸口，冷笑着说道，我知道你现在肯定想动用华夏国家机关的力量来调查我，可我不怕任何调查。我在成年之后和我的父亲就没有任何的经济往来，身上干干净净，调查局也查不出任何东西来。苏无忌说道，所以你这次主动上门，就是为了放两句狠话，然后挨一顿揍？周清佳闻言表情一滞，脸色一阵青一阵白，那种阴晴不定的样子，恨不得要把苏无忌给吃了。确实，自己从亮相到现在，表面上看起来是想要个说法，可实际上简直像个小丑。苏无忌没管他，随后又看向了那个国内的执行总裁丁英义，说道，先不谈这个傻逼女人，你呢，我看你看我的眼神也不怎么友好。丁英义沉声说道，我并不是来向苏先生要什么说法的，不过我想让苏先生知道的是，家父是丁运福。哦，专门跑到这里告诉我你是丁运福的儿子，你如果不是来要说法，就是来表明敌意的。苏无忌眯着眼睛笑起来，怎么你也想为了你那个蛀虫老爸说上几句话？你确定这洗钱大案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丁英义的表情也是微微阴沉，说道，我从来不过问家中的事情，对父亲的金融业务确实完全不了解。我骨子里就是军人，16岁参军，36岁转业，曾经立下4次2等功，3等功和嘉奖不计其数。苏无忌连1等功都没有。丁英义脸上的肌肉抽了抽，你当1等功是这么好获得的吗？放眼全华夏，活着的1等功臣才几个？苏无忌斜眼看了看他，那眼神里一副看傻子的样子。江晚星微笑着说道，因为抓了周志远，同时把周志远背后的东洋间谍网络一网打尽，现在苏无忌已经荣获1等功了，什么调查都不做，你们就敢直接找上门来？航信安保的国内外总裁就这个水平？什么？丁英义的眼波猛地一震，真的假的？而周清佳的脸色更是难看至极。正因为抓了自己的老爸，这个男人才被评上了1等功。苏无忌说道，丁总，所以你这次来主要想说什么的？如果你没其他要讲的，那么我想我们可以直接动手了。没想到遇到了一个1等功臣，丁英义明显斟酌了一下，才说道，我父亲被抓，我的心情确实不好，但我暂时没想找你的麻烦，只是陪着周总来到这儿，一起见一见让我们父亲掉进坑里的年轻人。苏无忌说道，你们见到了，所以可以滚了。丁英义摇了摇头，苏无忌山高水长，后会有期。周清佳重新走到了苏无忌的面前，他调整了一下心情，盯着面前这张年轻的脸说道，我曾在米国陆军服役5年，退役后加入法兰西外籍军团，
在非洲打了3年仗，后来回到米国，在特勤局工作了2年，然后才来到了航星安保公司，担任海外事务总裁，负责危险程度更高的国际安保业务。你知道这说明什么？苏无忌，说明你是个老女人。这5年3年又几年的，能不老吗？周青家的心脏差点被气得骤停了。事实上，他今年才31岁，在安保行业里真的算是非常精英的人物了。只是周青家在米国特勤局工作的时候，比苏无忌大闹国会大厦的时间晚了2年，不然说不定被丢进粪坑里的就有他一个。周青家的眼神冰寒之极。你最好老老实实在国内待着，不要让我在国外碰到你。还有这么贴心的要求？苏无忌咧嘴一笑。你确定？周青家说道。到那个时候你会后悔遇见我的。苏无忌冷笑着。也别等到那个时候了，既然现在都遇见了，不如就把你吹过的牛逼实现了呗。周青家冷冷回应。你想给我下套？呵呵，我不会在国内动手的。苏无忌灿烂一笑。但是我会呀。什么？看着他的笑容，周青家的心中顿时浮现出了极为不好的预感。下一秒，他便感觉到自己的胸口和大腿被人猛地抓住了。这动作太快了，快到身手相当不错的周青家都没来得及反应过来。他被苏无忌举了起来，完全挣脱不开。对方一手抓着胸，一手抓着腿，让周青家完全使不上力。紧接着，他便感觉到了天旋地转。这位航星公司的海外总裁被狠狠地砸在了一台宝马7系的引擎盖上。砰！这台车被砸得气囊都爆了，那前挡玻璃都被周青家的后脑勺磕得布满了裂纹。咦？周青家抬手指着苏无忌，想说什么，可是后背的剧痛让他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嘴角已然溢出鲜血。随后他的手指无力地放下，脑袋一歪，晕死了过去。苏无忌，你下手太重了，万一死了人怎么办？丁英义本想放几句狠话，然后让手下报警，可他长期负责国内业务，确实比周青家圆滑了一点。他转念一想，苏无忌这家伙立了1等功，就算是警察来了，一看自己和周青家都是大贪官的子女，怕是后续的事情还是他们吃亏。苏无忌摊了摊手，你们这个周总都放话要到国外弄死我了，我只是让他断几根骨头而已，已经很仁慈了，好不好？快送周总去医院！丁英义喊道。几个懵逼了的高级保镖连忙把周青家抬进了车子里。然而这台宝马7系刚要开动，就被一台破旧的老款帕萨特从侧面狠狠顶了上来。砰！这一下撞击也是够猛的，宝马车的侧气囊全部爆开了。可怜周青家本来就是靠着车门的，这一次侧气囊全爆，他的脑袋又狠狠地挨了一下。正常人被气囊打一下脑袋都有可能被震晕过去，更何况周青家的后脑勺之前还和车子的前挡玻璃亲密接触了一回呢。这一次伤上加伤，对他来说重度脑震荡都是最轻的了。而车上的几个高级保镖也都被撞得七荤八素。帕萨特的车门打开，白旭阳和秦桂林下了车。丁英义的嗓门不禁提高了几分，声音里也带上了浓重的怒意。你们在瞎搞什么？这样搞是会死人的，知道吗？车是白旭阳开的，这家伙沉着脸盯着丁英义，
人是我白旭阳撞的，你如果要报复，可以冲我来。秦桂林则是笑眯眯地说道：正好我俩刚刚都喝了2杯啤酒，一个不小心酒驾了，要不丁总你现在找个交警把白大少的驾照给吊销了。丁英义连续踢到铁板，一肚子火发不出来。来到这儿之前，他根本不知道白旭阳和秦桂林这2个首都大少跟苏无忌的关系这么好。是的，丁英义和周清家都以为苏无忌是个草根，是一把被调查局用完就丢弃的刀。丁英义站在原地，脸色阴晴不定，沉思了足足1分钟，才深吸了一口气，说道：今天的事情是我们冲动了，我先送人去医院，希望以后我们不要再有交集。他低头认栽了。苏无忌说道：抓紧滚蛋，看着碍眼。丁英义立刻要带着人上车，然而这时候，之前在路边停着看热闹的几台车都开始放下了深色的车窗。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传了出来：欺负完小无忌，就这么走了，谁给你们的胆子？听到了这句话，丁英义还没来得及做出什么反应呢，秦桂林却已经捂上了屁股，转脸就想跑。